抱歉啊，我迟到了。入关的车太多了，有点堵。没事，该抱歉的是我。今天晚饭要多一个人，我爸来了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我不介意啊，我已经想到了，我还给老人家选了礼物。这是什么？雪茄，很多内地人都喜欢这个口味，我特地给老人家挑的。我爸不抽烟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？可能你不了解他呢。放心吧，我会和他聊得很好的，我有信心。不过，吃完晚餐，能去我那里坐一会儿吗？那瓶酒，哪怕我们两个每人只喝一杯，你不想喝酒也没关系。我只是想要一个短暂的二人世界，可以吗？走吧。我是应该叫你严总呢，还是叫你严先生？啊，都可以啊。叫他名字就好，他叫严子薇。哎，这是我爸。啊，方先生。我爸姓孟。啊，孟先生，孟先生在哪里高就啊？啊，我在江陵市政府工作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哎，谢谢。常务副市长，孟市长。方婉芝，你爸是市长？他今天刚到深圳，我爸说了，他喜欢跟年轻人聊天。哎，你们坐下慢慢聊，我下厨去。今天有口福了，我爸从老家带了好多土特产。来，紫薇，请坐吧。哎，我呢就是个公务员，我也听婉芝说了，你这个宏图商贸啊，有一定的规模，也很多元，重视高科技新产品的开发。我比较有兴趣啊，有很多的问题想跟你请教请教的。他呢？他接了个电话，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这马上要炒热菜了。总裁责任重大，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紧急的事情吧？他紧急的事都是我帮他处理的，除非是集团层面。那也有可能啊。不着急啊，等等。董事长女士，我要立刻见你。早上答应你的事，我反悔了。什么叫不可以？我也是个人。马明，我要去见爷爷，不需要你陪，我自己去见。关机了，搞什么啊？爸，我去炒热菜，我们先吃。哎，不好吧？毕竟是你跟紫薇先约的，再等等他。那我去找他。嚟啦！邊個啊？請問嚴子薇先生在嗎？少爺啊，他剛剛開車出去了。他去哪兒了？好像回香港了，具體我也不清楚。您是一直在這兒工作？哎，也不是，但是我在嚴家工作好多年了，現在退休了。今天啊，是少爺專門打電話讓我回來，說晚上有客人，讓我把家裡佈置得溫馨一些。但是你看，我弄好了，他又走了。吃完晚餐，能去我那里坐一会儿吗？你不想喝酒也没关系，我只是想要一个短暂的二人世界。
姚总，总裁还没有来。方婉之，我找你，会议室等你。我就直说了，公司希望你离职，当然会给你相应的补偿。按照惯例，最高可以追加你13个月的工资。如果你有其他的条件，现在也可以提出来。我是做错什么了吗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是希望你主动离职，而不是炒掉你。为什么？我需要听到解释。一定要说错呢？当然也不是没有，比如之前的事，我主动提出过愿意接受处罚，可当时管理层……我说的不是银狮代那件事。那是什么？你伪造了简历。我在面试的时候我就说过，我没有读完大学。简历不光只有学历和工作经历吧？姚总，你到底指的是什么？总之呢，公司的态度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如果你对13个月的补偿金不满意，我也可以特批追加，但我希望你尽快离职。王婉之，首先，我想要向你道歉。我不需要道歉，给我个理由。应该你也感觉到了，我喜欢你。我本想尽快的和你在一起，我的家族也迫切的需要我这样做。家族需要？不如我们进去坐坐，我慢慢跟你解释。没这个必要，就在这儿说。其实，我有个太太，不是名义上的太太，她也是来自于一个顶级的商业家族。她和我的这段婚姻会对整个集团帮助很大。但是 Helen 她不喜欢 Asia， 她一直住在法国，不愿意过来。但这些都不是我们矛盾的重点。Helen 她本来就是一个不婚不育者，她坚决不肯生孩子。她觉得生了孩子会破坏她美丽的身材。原本我也住在欧洲，可是今年爸爸突然间去世了。虽然我妈妈接任了董事长的位置，可实际的掌控权还在我爷爷手上。我爷爷是个老派，他希望我尽快的能为严家传宗接代，不然他就要取消我继承人的身份。我妈妈董事长的职位也会被我二叔所取代。所以我妈妈就去找 Helen 她。Helen 说她不介意我们去找个女人给严家生孩子，可是我介意，我觉得没有爱情，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？所以我一直反对，一直抗争，直到我遇上了你。我逐渐的被你吸引，深深的喜欢上了你。你简历上明明写着你来自于一个偏远的山区，而且小区里面我见到过一个老人家，他爱抽烟，但他没钱买。他还说你是他的女儿，可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农民。够了！我的父亲是农民，来自贫困山区，就可以做你生育的工具吗？你要是不解释，还没这么恶心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这次回香港已经和我的爷爷、我的妈妈说清楚了，他们同意我和 Helen 离婚。我的律师也已经飞巴黎，法律程序开始启动了。方婉之，我现在可以正式重新开始追求你。我想要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你、我，还有未来我们的孩子。真是长了见识。谢谢你给我上了这一课。婉之，滚！
教授讲的好吧？当然。等哪天没课了，我也去蹭讲座听听。哎，你知道我今天碰见谁了吗？谁呀？还记得大排档的时候，让我唱《甜蜜蜜》的那个大哥吗？哎呀，碰着他啦！他爱人专门在夜校教室旁边帮上夜校的同学带孩子。那这大哥现在混得不错呀。不是你这啥意思啊？你听我说啊，千年以来的生育高峰，对于玩具的需求那是可想而知。但是现在市场上的玩具相对单一，质量也参差不齐，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。而且玩具市场没有服装市场那么饱和，竞争也没那么激烈，所以你想做玩具？你明天有事儿没？要没事儿陪我市场调研去。2001年11月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，WTO 的规则像一双无形的手，推着深圳这座城市从代工贸易转向全球竞技场。经过1年的考察，我决定转型。这次不是赌运气，是我对命运的又一次宣战。那段日子，我经常往返香港与深圳，很少跟高翔见面。他也一直忙，好像很拼的样子。这座城市里藏着很多暗暗攒劲儿的年轻人，各自打磨棱角，蓄势待发。街坊们做的特别好，对。进军玩具产业，这个想法不错，适合你。不过，我也没什么能帮上你的。哎呀，也就有点人脉了吧。这些啊，都是我们学校跟玩具产业上下游有关的校友，提我应该好使啊。有几个重要的我已经联系过了，特别是这个李总李春海，他呢就是做玩具产业的，手里有现成的订单，你可以先联系他。你这样，我不得不怀疑你是在暗中调查我。是明着。我饿了，请你吃宵夜啊。哎，好呀，正好我也饿了。哎，不过我对自己有个要求啊，学生请吃饭必须得是我买单啊，你更别说是女学生。哦，这么说，高校长经常请女学生吃饭啊？啊？没有，我没请过女学生吃饭。哎呀，你也不用跟我解释。不是真的，我真没有。你不是在我们学校听了一天讲座吗？我说的女学生是你。你少给我摆校长架子，谁是你学生啊？啊，也行，你是我老师。我也没你这样的学生。吃不吃？不吃算了。哎呀，我这百折不挠的劲儿啊，还真是你教出来的。多吃点。谢谢你啊。哎呀，两位老板，那可就说好了啊，以后你们的事情我可不管了。谁呀？啊？听着有点耳熟。多亲多近了，以后就是是挺熟的。徐总请啊！徐总啊，这个酒喝的太开心了。两位老板，喝酒喝的手机都不要了。走走走，我送你们。走，徐总，多亲多近了。多亲多近。下次见啊！下次见，下次见。慢走慢走。慢走，徐总。拜拜，牙哥。丁牙哥。走了，谢谢妹妹。哎呀，应该的，慢点啊，慢点。走，徐总，拜拜。倩倩，早就看见你了，跟高翔挺好。你挺有本事啊，金牙哥、徐总，他们俩现在都是我的客户，我想着他们的生意应该能够合作，就介绍了一下，没想到真的谈成了，2个人都愿照顾我生意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做保险啊。对了，婉芝，你也应该买一份保险，一份保单，一份安心，为未来抵御风雨，这是未雨绸缪的守护，也是留给自己的爱。你是在给我推销吗？推销什么啦？我送你一份，加上大病保险的，还有捐的，2个人我一起送。看来你过得挺好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再也不用靠男人挣钱了。
这句话我放在心里好久了，要不是见到你的话，我都说不出口。婉之，我好想你。你呀，也应该来卖保险，这份行业的前景特别好。你就用你拿手的那个微笑服务，单子一定接到手软。我跟你说，一单一提成，不比你当人家的助理强。哦，对了，你辞职了，那正好啊，我带你入行。你怎么知道我辞职了？啊，那个，我总是私下里打听你们两个人的消息。为什么要私下？没脸呗。那件事情弄得那么难看，要不是你弟，不知道会弄成什么样子。婉之，谢谢你，你愿意为我挡刀子的这份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那就多联系，多聚。我就说嘛，你不会嫌弃我的。很久以前就说过，一辈子的姐妹。婉之，行，那你就回去等通知。好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哈。李梅芳，哎，是的，哦，学英语的，是学英语的。对，那来咱们车间不浪费了？哪有嫌这个的？好嘞，那我们知道了，等通知吧。再见，再见。下一位范小玉来了，这是我的简历。你之前有在工厂工作过的经验有，吗？我在3个厂里都待过。我看你是财经大学本科毕业啊，是的。那你在之前的3个厂子里做的都是会计吗？那不那谁吗？丽姐，丽姐，真是您呐！啥时候回深圳的2个月了，咋样？不咋样呗，打了2份零工。现在的深圳找工作，可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，特别是我这岁数。您是有经验的拉长，不能跟这帮小姑娘们竞争基础岗位了。那我还能干啥？本来都发誓再也不来深圳了，可在老家赚的更少，我这不是还有孩子要顾吗？正好，婉之说呢，我们要聘请一位总拉长，我觉得您合适。哎，那不行，我当年坑过你们，婉之肯定恨我。说啥呢？那批服装后来婉之都卖出去了，而且呢，我们因为这个赚了第1桶金，要谢您还来不及呢。再说了，婉之哪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呢？她要知道您能来，准高兴。丽姐，欢迎你。欢迎丽姐。当年那批牛仔真卖出去了？我真没坑你们？当然没有，娟儿多实在人，怎么能骗你？你能来，我太高兴了。在生产这一块儿，我就放心了。可是我没干过玩具厂的拉长。有经验的我们也招到几个，你就代表我管理他们。我相信丽姐一定是最负责任、最公道的总拉长。方总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张丽就是拼了命也要把活干好。其实咱这厂子规模不小，确实要有几个老板信得过的员工，这算打了个底儿。有了这个基础，那上面招多少员工，咱都稳当。要不那么多老板都招自己家亲戚呢。亲戚这个，我跟娟儿商量过，不打算这么管理厂子。但是丽姐说的有道理。哎，娟儿，当年跟我们在东门一起的卖茶的小妹、卖袜子的大姐，跟他们联系联系。有联系，都是靠谱的人，把他们都叫来。当年能一起站东门，今天就能一起打江山。好。哎呀，方总，丽姐，叫我婉之。婉之，听你说话真带劲儿。来，姐以茶代酒，敬你们，欢迎丽姐。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的。前面，
孩子用的东西，质量一定要把好关，让他们重新检查。明白了，姐。哎，方总，丽姐，哎呦，咱这就算是开张了。婉芝啊，你说，咱咋就有了自己的厂了？有那么多朋友支持，银行一下给放了那么多的贷款，弄得我这心里直突突。你突突什么？你说咱这事业能干成吗？不知道，未知多有意思。但我们必须要向着成的方向努力。100分的努力不够，那就10000分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只要有这个决心，我相信总能成。是。哎，对了，今天徐主任代表银行给咱们送了花篮，按理来说应该请人家吃个饭啊，但是高翔给了这个，邀请函。凌空智界谁的公司啊？好像是高翔一个朋友的，说有个酒会，徐主任也被邀请了。哪有高翔这样的？朋友的酒会，他叫这么多人，但是他说了啊，你必须得去。我估计他是不是要介绍客户给你啊？感谢，感谢，谢谢。高翔还真是交友广泛。你们自便啊。李总，徐主任，徐主任，黄总，今天你得多喝2杯了啊，毕竟也是你们文具厂开业的日子。本来我们还想请您喝酒呢，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。不用，我们这不都来喝高翔的酒了吗？一样的。喝高翔的酒啥意思啊？哎呦，感谢你能来啊，感谢。高总，恭喜啊，咱们喝一杯。诸位，在这美好的夜晚，我们欢聚一堂，共同祝愿凌空智界美好的明天。下面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凌空智界创始人高翔先生致辞。这小子今天还挺帅的啊！高翔什么时候开的公司啊3年了吧，在业界已经小有名气了。这不，刚刚又完成了一笔融资。他不是校长吗？那个副校长是办公益性的。那记者呢？不约的，这个连副业都谈不上。这个才是他主业，他的全部心血。创新与梦想交织，科技与未来共鸣。先生们、女士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凌空智界的创始人高翔，感谢各位贵宾今晚的到来。今天在场的各位，都是我创业路上的贵人，生活中的挚友。凌空智界能有现在的今天，离不开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，当然，也更得益于深圳的发展。诸位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敬这座城市，敬这个伟大的时代。有格局，有水平，不愧是我老徐的同窗兄弟啊！高友的复工率还是挺高的，超过了90%。虽然年前隔壁的孙老板就说要抢人，但是大家还是挺重感情的。都说方总人好，李娟儿更能想到大家心里头，所以愿意跟着咱们干。这个孙老板抢人的招儿挺损的，只要愿意去他那儿，工资上浮10%。这条规定专门针对咱们厂子过去的。什么东西？咱们怎么招惹他了？吞掉我们，他就能把厂子做大。厂子规模越大，越有价值。小赵，方总，其实我这边情况不是特别好。咱们年前的2个订单，一个已经黄了，就是被这个姓孙的抢走了；另外一个呢，也有点松动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您看好不好啊？我专门的飞一趟上海，跟他面对面的谈一谈。很好，等你好消息。好。小李这边呢？我这边还可以，但就是没什么增量。北区略有增量，
但是价格上不去，主要是没品牌嘛。做销售就是得多跑，很多时候当面交流和打电话效果截然不同。当年我和娟总做服装经销商的时候，可是全国各地都跑遍了的。我已经订票了，明天就出差。我这就订票。辛苦了，散会。现在销路打不开，产品积压严重啊，安之，要不然咱关2条生产线吧。我是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，也只能这样了。超市啊？不知道。将军，绕超市怎么走啊？前面右拐。可让我找找，神仙顶，起什么破名？欢迎光临。干什么呀？真接上了，深圳就是牛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深圳满大街的都是高楼大厦，洋气的地方有的是，干啥在这破地方开超市啊？还叫什么神仙顶？没穷够啊你！赵凯，你怎么把头发染成这样？帅吧？这颜色我宝贝儿定的，爱死他了。今儿来点拉号人。何永旺，嘿，神来！看你这架势，那口棺材真是用不上，我爸他们又白花钱了。一个鬼儿子，把个老虎弄得像狗一样。能兄弟好好，到那还是能交流吗？不交好，当见大戏，我全部给他好了。赵凯，快起来，小姨来了。你就是方婉之啊？怎么觉着小时候见着比现在漂亮？会不会说话？我让你站起来。你就是赵凯啊？你现在看着可比小时候混蛋。你爸妈不是突然给你安排工作了吗？为什么不好好上班？安排什么呀？碰上骗子了。赵大志和何小菊就是俩傻子，活该。我早就说我不上班，有那钱给骗子还不如给我呢。要给我买卖早干成了。真的，小姨，我特有经商头脑，你别光给赵俊钱，你给我投点资呗。10万、8万，我保证。给我站好！你是不是特信不过我呀？方婉之，你干什么你？把我鞋弄脏了！何小菊呢？病倒了。就那么几个钱，全让骗子骗走了，还能不倒下？那你爸呢？我爸先倒下的，看着挺壮的，心脏根本不好使。爸妈都病倒了，你不该在家照顾他们吗？你跑来深圳干什么？照顾没用，我得做出一番事业来，告诉他们，不找工作我也能行。起码比赵俊强。做出一番事业来得用钱，所以我才来深圳。我管你叫小姨，不能白叫，你得支持我。还有赵俊，你都当大老板了，给我几万，等我生意做成了，加倍还你。